够用，钱不够用，好一个钱不够用！屁啊，这里没有人了，你不用替我宣传了。这一次你真的叫我很失望，我一向对你期望很高的，可是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在会议上涂鸦，你看，外面的人都在偷笑你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大概是想钱想疯了。既然你这么需要钱，你的工作态度就应该好一点。你看你现在的表现，上班的时候迟到，会议上又心不在焉。很抱歉，我保证今天的事绝对不会再发生。那在会议上打瞌睡，暂停会议去偷睡，会不会再发生呢？你不要感到意外，无论公司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别想隐瞒我。关于这件事，我承认我有错，但也只是很偶然的一次特殊情况。况且，我只是休会15分钟而已。你别把我当傻货了。你以为什么都不知道吗？你在外面兼职做几份工作，我已经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是因为这样影响你工作的效率的话，我就不能不管了。你在开会的时候打瞌睡，底下所有的职员看在眼里，是多么大的一个笑话。对不起，我会跟所有的职员道歉的。怎么道歉？告诉他们，因为你在外面做几份兼职，所以精神不好，开会时才会打瞌睡，让他们有样学样吗？我做的那几份兼职都是在我公寓的时间进行的，并没有影响我的正职。我一直保持工作效率。如果你能证明是因为我导致业绩下滑的话，我可以自动辞职。看来你到现在还不觉得自己有错。别说我不提醒你，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是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应该树立好榜样。可是你做错事情还理直气壮的，这件事情迟早会传到老板那边去的。是，我是你上司，我是可以包庇你的。可是你一错再错，我能包庇你多久啊 ？PL， 你不用再演戏了，这里没有别人。你不是一直很想铲除我吗？我看你开心还来不及呢。是，你说的一点没错。我跟你就像猫捉老鼠一样，最后受伤的还会是老鼠。而猫呢，也不急于一时非要捉到老鼠不可。如果太早捉到老鼠的话，这游戏就不好玩。放心吧，老鼠不会被猫抓到的，说不定猫还会被老鼠反咬一口呢。是吗？那我们走着瞧。等等，现代辅导协会的义工来跟公司协商，希望公司可以给予那些无法偿还贷款的客户较低的利率和较长的摊还期。我觉得建议不错，可以考虑考虑。我有没有听错？你是信贷部的主任，既然讲出这些话，调低利率、延长偿还期限，那公司赚什么？那万一客户宣告破产，对公司也没有益处啊。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看来你对这件事情很热心，为什么？我知道，你在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你希望这个协议通过，可以要求公司调低利率，延后偿还贷款，对不对？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有没有这个意思？大家心知肚明。PL，这件事我绝对没有私心。这个建议真的是很不错，公司应该慎重考虑。No， 绝对不可能。小姐，需要帮忙吗？听说这里有律师可以免费帮人申请破产。先坐下来再说。OK， 我是黄乐天律师。刚才我听说你要申请破产了。你欠了多少钱啊？5万块。哇，为什么欠那么多啊？都是为了我的男朋友。当初他要创业，可是不够资金，所以我用信用卡向银行借钱来帮他。信用卡的利率那么高，这样花未来钱很不实际的。原本我以为可以慢慢偿还的，所以没想这么多。等到账单一张张来的时候，才发现没有这么容易。再说，他原本答应要把钱还给我的，可是后来却一直避开我。银行天天拍错账的来找我，搞到我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再这样下去，我一定会发疯的。你说我应该怎么办？黄律师，你要帮帮我啊！你冷静点听我说，
没有走到最后一步呢，我也不赞同破产的。总之，我会想办法帮你。你有工作吗？原本在一间小公司当文员，自从他跟我分手以后，我没有心情工作，结果被开除了。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连孩子的学费都还不起。我对 Zen 这么好，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你说你男朋友叫 Zen 啊？是的。你刚才说你拿钱给他创业，他做哪一行的？室内设计装修上。请问他姓什么？陈，Zen 丹。喂，杰森啊，有什么好介绍？啊，装修设计厕所啊，还是不要了，才赚那么一点钱。拜托，以后要介绍呢，介绍大众的生意给我，这些1000几百块的生意呢，我没兴趣。什么没生意啊？开玩笑，我生意多的是，只是看我要不要接而已。好啦好啦，下次 OK， 拜拜。有生意干嘛不接啊？那个 Jason 啊，整天介绍一些莫名其妙的小生意，工作又麻烦，钱又赚不多，真好过没生意啊！宁缺毋滥啊！这些小生意我宁愿不接。我只知道这一行是越做越没意思了。你呀，做一行怨一行啊，做生意哪有这么容易的？反正呢，我对这一行啊是越来越没有兴趣了。顾客要的不是我的设计才华，他们要的是低廉的收费。还有那些供应商啊，整天看不起我们这些小公司，货源供应的慢，欠款又收得快，为了赚那么一点钱啊，还要受人家的气。那你有什么打算呢？转行吗？也许吧，哎，说不定呢，我很快就有大生意上门呢。哇，你以为大生意那么容易上门的啊？哎，不说了，我们去吃日本餐。这里附近啊，开了一间新的日本餐厅啊，有促销，我用信用卡付账呢，有15%折扣啊。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再去喝点东西。你馊主意真多啊！哎，这么巧啊，你来这边附近喝酒？我是专程来找你的。他是谁啊？我待会再跟你讲，先进去等我吧。嗯，乖。你知不知道我会在这边喝酒呢？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接我的电话，我知道你是这里常客。如果不来这里碰碰运气的话，怎么会找到你？找得那么急，有好消息啊！你以为我会帮你解决你财务上的问题吗？预支了享受，分期付款忧愁是应该的，你是没有办法逃避这个责任。我几次逃避了，我真的是没有钱还啊！你没有钱还来这种地方喝酒，不然的话，你要怎么样？在家里啃面包喝白开水啊？我的债务是无尽头的路，除非去打抢，不然的话还到死啊也还不完的。既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可以享受的话就尽情享受。你只顾着享受，就不管Connie的死活了。你认识Connie啊？他还不了卡债，到信贷辅导协会来寻找协助。他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你却一脚踏两船。喂，你说什么？是不是一脚踏两船啊？我在1年前啊就已经跟他分手了。你跟他分手了？他没告诉你吗？你搞他负债累累就不理他，你不觉得内疚吗？哎，有这个必要吗？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合就是离，就是那么简单。感情的事，外人呢还是不要插手的好。好，感情我们不要谈，但是他有女儿要养的，你忍心把那么一大笔债务丢给他吗？喂，你千万不要冤枉我，他那笔钱不只是我花光的，他也有份花的。对，我是拿他的钱去开公司，可是那个是他自愿给我的，我本来拒绝，他反而不高兴，所以呢，我跟他说好了，等公司一赚钱呢，我就把钱还给他。可是目前公司还处于创业阶段，根本就没赚钱，怎么把钱还给他？
老兄啊，你以为我喜欢欠女人的钱啊？可是我真的是无能为力。等公司一赚钱呢，我一定把钱还给他。可是他现在面临破产的危机啊，你就坐视不理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经济状况是怎么样，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要说的话呢，我已经说完了，失陪了啊。三，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还欠我个交代。这是我的私事啊，你是不是管太多了？既然call你前来求助，我就有责任要帮他的。你说，你打算怎么解决？我们改天再说好不好？不行，如果你不给我个交代的话呢，我跟你女朋友说，看来她很好奇。如果让她知道你欠你前女朋友一大笔钱，看她什么反应。喂，你先回去吧，我会解决的。怎么解决啊？你认为我会相信你吗？我有人格保证啊。就算我想帮他的话呢，我也需要一点时间。你现在逼我也没有用了。那我警告你啊，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的，你最好想办法解决，要不然的话呢，我知道我会解决的，你先走吧。他是谁啊？干嘛说话说得那么激动啊？没什么啊。那为什么拉拉扯扯的？你们是不是断背山？被你猜中了，他呢是个同志，他一直缠着我，我快被他烦死了。那你是不是？不是，我是100%的喜欢女人的，尤其是你这种迷人的女人啊，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罢了。那你以后再别见他了。知道了，我们进去吧。好啦，我先上去了。婷婷，你看好，就是这个女人把叔叔抢走，所以叔叔才不要我们的。你要记得这个女人，这个臭女人，你知道吗？妈，阿妈，哎，回来了。哎，你这个月家用好像还没给我啊。哦，对了，差点忘了。那，哎，等一下，等一下，怎么这么少啊？我一直来都是给300块的啊。我知道，不过现在家里多了3个人，多给一点嘛。妈，我的能力有限啊，我再也挤不出来了。你一个月赚几千块，要你多几百块，会少你块肉啊？我真的无能为力啊。无能为力，贴男人就全心全力。跟你说也是白费力气。别走，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整天拿钱去贴那个小白脸。别说的那难听啊，他可是有名字，他叫 Zen， 不是小白脸，而且我们是正常交往的男女朋友，不要说他坏话啊。一个大男人整天花你的钱，不是小白脸是什么Zen是做生意的，他有些时候呢需要现金周转，他从来没有要我帮他，是我自愿帮他的。好啊，现在我也需要现金周转，又不见得你帮我。你真是强词夺理啊！呀，现在什么时间了？还有家庭剧上演啊！一个人少说一句吧。妈，你来评评理，这种女儿有什么用啊？阿妈，好好好，大家都别吵，听阿妈说句公道话，你妈妈最近开销的确是增加了，要是手头松动的话，就多给她一点吧。啊，好啊，双喜既然说没有钱了，你就别再逼她吧。妈，你到底在帮谁呀？我是中立者啊，当然两头都帮啊。你呀，说了等于白说啊。哎呀，两母女有什么好争的？不要吵了。你以为我喜欢跟他吵啊？你们也不为我想一想，要维持这头家有多辛苦啊！易欢现在穷到要命，我不敢跟他要钱。3级呢，自己有头家，他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不敢跟他多要。除了你呀，自己赚自己花，跟你要多一点很过分吗？宁愿拿钱去贴男人，也不肯多给我一点家用。妈，你说呢？生女儿有什么用啊？只会贴钱给男人。易欢是这样，你也是这样，简直是给你们气死了。真是不可理喻啊！泡沫。
郑小姐，郑小姐，我真的那么可怕吗？为什么那么怕我？能不能谈一谈啊？是公事，也不用担心的。有什么事，办公室再谈。这里谈还不是一样？我向你提起的方案，你公司接受了吗？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是不是没有向你公司提起这件事情啊？提了。还是没有把整个方案解释清楚呢？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尽量说服你公司啊，尤其是刘志富这种 case， 你知不知道他的老婆为了这件事情患了忧郁症，他受不了刺激啊。而且整件事情他是无辜的，他没有做错事情，是她老公欠钱，她才变成这个下场的嘛。那你也是女人，你应该明白她的痛苦，对不对？我明白。做这件口不对心啊！你到底有没有同情心的？我非常了解她的感受啊。一个女人刻苦耐劳、勤奋的工作，结果接到她老公欠下一大笔钱的消息，那种感觉就好像晴天霹雳。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很无助、很无奈、很想一死了之啊！这种感觉我再清楚不过了。你要了解多少啊，黄律师？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不帮忙啊？喂，是宏达机构吗？你好，我是曾义欢，JJ 保险公司的从业员。我公司最近推出了一份很不错的保单，我想跟贵公司洽谈员工的保险啊。不好意思，我回头打给你。Boss， 有份文件要你签名。Jo 啊，我叫你帮我留意兼职工作的事怎么样了？我向我亲戚朋友打听过了，可是他们要请的都是全职员工。不过我有个叔叔，他是批发番薯的，最近他想请一个司机。可是我说了也是白说，你怎么可能有兴趣呢？工作时间是几点的？听我叔叔说，很早就要开工，大概是早上5点到8点左右，几个小时就可以赚70块。如果生意好的话，还可以赚上整100块。我愿意做。什么？当司机你也不介意？我现在最介意的是每个月的账单啊，那些账单啊多得可以当壁纸，贴满整间屋子的。还有啊，每次我接到银行的来信，手都会发抖，每个晚上都会做噩梦啊，梦到被那一叠叠厚厚的账单压着，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放轻松一点啦 ，boss。现在不是我去找压力啊，是压力来找我，所以我真的很需要几份兼职的，要不然我真的是周转不过来啊。可是你已经在卖保险，又在教补习，还不够吗？对现在的我来说，多少钱都不够，只要有钱赚，我一定要去赚。可是你要想清楚，这份工作可不容易耶，凌晨3、4点就得起身，又要熟悉路线，驾车又要集中精神，我怕你的精神负荷不来。没关系，我挨得住的。你知道70块够我应付许多日常开销吗？说再辛苦，我都要撑下去的。你快跟你叔叔说我要做啊，免得他请了别人啊。你告诉他，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的叔叔。谢谢你，Jo。经理在哪里？给我出来！先生，请问什么事？快点叫经理出来！我就是经理，请问什么事啊？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欠钱而已嘛，为什么要一直打电话到我家里去？我老婆的身体不好，给你们吓到心脏病爆发，现在躺在医院里。你们简直欺人太甚！我告诉你们，如果我老婆有什么事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先生，请你冷静一点。请问你是刘志富？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只是欠你们几千块而已嘛，需要逼得这么紧吗？你们这样跟大耳窿有什么分别？好啊，那也是跟大耳窿借钱好了。你们这些人真的很奇怪，当初一支现金的时候，不知道利息多少钱吗？我没有拿枪逼着你借钱吗？事情发生到这样的地步，是你们自己惹来的，自己不反省一下，还怪别人。你们在看什么？还不叫保安把这个人带走？别让这个人在这里发疯啊！去啊！我发疯也是你们逼的！先生，你冷静一点。是你们逼我的，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先生，听我说，如果你真的伤害了他，你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的。你刚刚也说了，你太太在医院里啊，她需要你的照顾啊。别冲动！你有孩子吗？
你想想，万一你出了什么事，你的孩子又怎么办？我豁出去啊！你们逼得这么紧，反正我也是死路一条。不是这样的，信贷辅导协会的黄先生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们了。据我所知，你欠我们公司9000块，对吗？你已经有3个月没有偿还最低额金了。不是不想还，是根本没能力。怎么还？大不了申请破产啊！你们有什么好处？我们公司当然不希望你申请破产。我也知道你当初为什么会欠下那么多钱，是因为你要支付你太太的医药费啊。所以我们决定按个别例子来处理。我们已经研究了怎么去帮助你了。初步的概念是把你卡债的利息调低到88%，设定72个月的期限，让你慢慢还清。总利息是4320元，你每个月只需要还185元。以你目前的收入，扣除了个人及家庭开销，你应该是负担得了的。如果还是有困难的话，我们是可以调整的。为什么你们不早说？如果早点说，我老婆也不会搞到要进医院。对不起，我们真的很抱歉。不如你先放了他吧。是，我们一切可以慢慢说的哦，一切都有商量的。好，别激动啊。快去看你太太吧。叫爸，快点叫爸，叫爸，不要来了，好好找爸。留下。放他走吧。走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啊？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总之，我觉得这个人真是蛮不讲理，自己欠钱却把责任推给公司，还想伤害我。老板，我建议啊，应该立刻报警，抓他去坐牢。不行，这样做对公司的声誉会有影响的。既然事情已经平息了，我看就这么算了。哎，幸好一欢机警想出办法来缓和他的情绪，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公司的客户这么多，他既然对一个小客户有这么详尽的了解，不愧是接待部的高级经理。可是他一下就答应调低利率，一下就又延长摊还的期限，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妥当的。我倒认为他提出的建议蛮有见地的，值得考虑。可是这并不是一欢的构想啊，这是信贷辅导协会提议的。谁的提议都好，你认为可行吗？其实嘛，我有想过如何解决公司的呆债，基本上呢，跟信贷辅导协会的建议差不多的。如果刘先生赞同的话，我马上做一份计划书给你过目。越快越好。双喜啊，我过去婴儿部看看。哦。喂，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别再跟踪我了，跟着我是没用的。Zen 是不会跟你在一起，
你死了这条心吧。你说什么啊？我跟Zen？是Zen亲口告诉我的，他不是你们圈子的人，你找错对象了。你听我说啊，我跟Zen不是那回事，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我对你们这种人没有偏见，但是请你不要再缠着我男朋友了 ，OK？ 你听我说，Zen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完美。够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吗？你想破坏我跟Zen之间的感情，只要我们分手，你就有机会跟他在一起。可是我告诉你，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你这种人可以破坏的。小姐，我不是要说他的坏话，我只希望你花多点时间了解他。Shut up！ 双喜，姐，发生什么事啊？你们是姐妹啊？怎么了？郑小姐，我希望你好好劝劝你妹妹。她是个变态啊！别管她，我们走。姐，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他是律师，也是信贷辅导协会的义工，跟他见过几次面，不过不是很熟啊。你呢？怎么跟他认识的？他是个同性恋啊，一直缠着Zen不放。真的吗？是我亲眼看见的。他的样子不像啊。同性恋的样子怎么看得出啊？别提这个人了，我们去吃饭。姐，你先去拿食物吧，我在这里看着。姐姐，这个给你。我不知道啊！你看，是谁这样做啊？还有谁？那个变态哦！各位姑奶奶可以吃饭了。妈，不是吧？又是番薯粥、豆腐、青菜、豆芽，有没有别的吃啊？你还讲大鱼大肉啊？不叫你喝西北风已经偷笑了。妈，从明天开始我会给你点家用，你不用那么省啦。你哪来的钱啊？我要去送番薯，每天都有额外70块的收入。你去送番薯？早上5点到8点啊。不行啊！你是金融公司的高级经理，怎么可以去送番薯啊？多没面子！妈，我现在眼里只有钱，其他的我不在乎啊。再说我只是凭劳力赚钱啊，又不是去偷去抢，只是开车而已。可是什么不好做？去送番薯，让人家知道了，我的面子往哪里摆啊？那你每天给他70块啊？你的面子值70块吗？活到这把年纪，脸皮都厚了，还怕丢脸？大姐，你还挨得住吗？没问题的。你偷偷做兼职，被公司发现了会被炒鱿鱼的。妈的，我会很小心的。大姐，我看你还是考虑清楚吧。唉，你们一人一句，弄得一方心都乱了。送番薯是丢人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好啊？一方这样的情形，我们都帮不上忙。与其在这里啰里啰嗦的，还不如给他精神上的支持。现在谁敢反对，就是跟我过不去。你是陈大叔吗？我是 Joe 的朋友一欢啊。你的？阿 Joe 怎么没有说清楚？放心吧，我的驾驶技术没问题的。你怎么到现在才来？不是说好5点开工的吗？对不起啊，我找不到地方。算了算了，开工吧。喂，你木头人啊，还不动手Joe 说我只需要开车。司机就不用搬货啊！你要早点收工，就赶快帮忙吧。可是，喂，不想搬了，那明天不用来了。
上车吧，我送你回去。紧张什么？我肚子饿死了，吃完早餐再走。那我们的拉斯罗马给你，这里拉斯罗马很好吃的啊。大叔啊，我赶时间呢。哎呀，也不差那几分钟啦。那你今天的工钱。哦，谢谢。Thank you。怎么样，好吃吗？你介绍的还会错吗？先让我们吃法国餐，改天我们吃西班牙餐，好不好？你非要尝尽全世界的美食才满意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格言：尽情工作，尽情享受。给你的 ，Thank you。喂，你发什么呆啊？不说赶时间，还不快点吃？吃啊吃啊！谢谢。干嘛给我基金啊？你需要的啊。我不需要啊，我又没有生病，不能收啊。你就当做我这个下属想巴结上司，怎么连这机会都不给我？你这个下属真的是没话说，帮我找兼职，又送礼物给我，下了班还留下来帮我赶建议书。我可是没办法的哦 ，boss 还没走，我怎么敢先下班？Jo啊，真的谢谢你啊，这段日子帮我最多的人是你，如果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跟我客气什么？举手之劳而已。虽然这些日子发生这么多事，可是却多了你这个好朋友，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怎么忽然间觉得那么冷，毛孔都站起来了？快点把建议书看完吧 ，baby 等你回家喂奶的。Yes, madam 哎，不过你要看一看，这里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就是你写错了。妈妈回来了。哎。留下了唯一的骨肉，就是你。妈，他们两个发生什么事了？当然是吵架喽。我还以为他们之间已经没事了，为什么还在吵？不吵才怪呢！一天一小吵，2天一大吵，这几天啊，已经吵了10多次了。他们吵什么？什么都可以吵。我还记得他们第一次是为了一杯茶就大吵起来。第2次啊，又为了一把扫把吵了。哎，你干嘛？你干嘛用这么吵？什么是扫把？你傻逼！你干嘛吵？第3次都怪门太小，就吵起来了。门太小？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他们吵架的事啊？你都这么辛苦了，谁还敢让你操心？唉，这2个女人啊，一定是8字相克。再这样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闹出人命来啊！这么晚才回来？shopping哦，老公啊，你看我买了什么？喜欢吗？又花了多少钱？这个啊，扣了28%，才几千块而已，便宜吧？我已经有很多只手表了，不要再买了。我啊是有你的心才要买东西给你的。谢谢你，
不过以后别再浪费钱了。老公啊，学校假期就快到了，我啊订了欧洲旅行，一个人啊才2888。那行程表。又去旅行？什么又去？我们每一年啊都会带孩子们去旅行的，今年啊还没去呢。别去了，大姐欠了一大笔钱，我们没有帮她，还花那么多钱去玩，给他们知道不太好吧？为了大姐，我们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啊！为什么要因为她，我们家庭生活要受影响呢？总之，能省就省，以后才去吧。哇，这些是什么？买给 baby 的。买给 baby 的，买给 baby 的不浪费，买给自己孩子的叫浪费，你是什么心态嘛？我不管了，我已经答应他们要带他们去旅行了，我一定要去的。我会跟他们解释的。喂，你疯了！这件衣服很贵的。我啊，现在捡的是衣服啊，以后啊，我捡的就是。怎样？去不去？好了，你说什么就什么。这么晚了还会是谁呀？喂！妈，怎么这么晚啊？我被一股闷气哽住，睡不着，就过来坐坐咯。谁惹你生气啦？还有谁？还不是鼻孔朝天的女人？亲家母啊？不是她还有谁啊？她也不想一想，当初是因为易欢我才收留她，可是她现在越来越过分了，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动不动就跟我吵。妈，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难道要我受她的气啊？自从她搬进来之后呢，我的血压都不知道升了多少，迟早我爆血管啊！你把她赶走不就没事了吗？喂，不要惹是生非。喂，我们女人之间的事情你少理。好，我去睡了。你以为我不想把她赶走啊？可是到时啊，苦的是谁啊？还不是苦了易欢？我不想她当夹心人呐。那如果是她自动走的，大姐不是不会难做了吗？这个女人脸皮厚的要命啊，要她自动走啊，比登天还难呢。妈，有些事情啊是需要动动脑筋的。你有办法？不是办法，是妙计。什么妙计啊？倒是自有分晓。亲家母，你快来看，我给 baby 买了什么东西？这么多啊！啊，你看，漂不漂亮？漂亮。漂不漂亮？哇，钻戒这么大粒啊，刺眼死喽！漂亮吧？这枚钻戒啊，是3级买给我的，5000多块啊！啊，你就好命了。是啊，是我命好，羡慕不来的。菲菲，你来啦！啊！喂，你的妙计呢？爹，什么意思啊？栽赃嫁祸，诬赖他偷我的戒指，假装去报警，他一定会害怕，到最后啊就会自动离开这个家了。我还以为什么绝世好妙计，原来是烂桥段，连续剧已经演了1万次了。那是不是1万次都成功？简直是万无一失。就是咯，桥段不怕旧，只要有用就好。说的有道理，快去快去，看我的。baby 睡啦。baby 越来越可爱了哦。当然啦，他是我的孙子啊。我要去接阿波尔哥放学了。亲家母啊，我的戒指呢？刚才不是还给你啦？哪有？刚才在外面啦，明明还给你啦。没有，你记错了。记错的人是你，我记得清清楚楚，还给你啦。哎，
你自己啊不见了戒指啊，不要赖我啊。妈，什么事啊？亲家母咯。刚才呀，我借他看我的戒指，现在我跟他拿回来，他竟然说已经还给我了，不过我都没拿过。哦，那么说就是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偷东西喽？喂，你们不要含血喷人啊！我会探你们的戒指。口说无凭，你敢不敢让我们搜？收就收，谁怕谁呀？来搜。妈啊，在这里呀！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啊？真的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你们不要诬赖我，我没有做过。你没做，那怎么戒指会在你那里呀？难道有脚自己跑到你皮包里呀？我怎么知道？亲家母啊，如果你喜欢这枚戒指的话，跟我说一声，我会送给你的。大家都是自己人，何必做出这样的事啊？啊，我知道了，你们想再上嫁祸，分明是想赶我走啊！我是不会那么容易上当的。喂，人证物证都在了，你还是承认吧。我没有做过，承认什么？你不承认是吗？菲菲，走，报警！啊，妈，不要不要！亲家母啊，大家都是自己人，闹上警局啊，对谁都不好的。如果你有做的话，就承认吧，我不会跟你追究的。真的是不要脸，白吃白住还白拿，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对呀，做出这样的东西，大姐会很难堪的。儿子呢骗公司的钱，妈妈的偷东西，真的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你不要越说越离谱啊！我说错了吗？现在我要跟你划清界限，你最好马上给我搬。对啊，最好搬得越远越好。你们什么？还不快点搬？是不是要我帮你搬啊？好，我帮你搬。喂，你醒醒啊！喂，醒醒啊！时间的魔法师勾勒出爱最初的样子，我才发现你一直就坐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铃铛轻轨响起，